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武汉长江大桥，它全长不知道多少米，始建于不知道多少年。如果我整期节目都这样讲，你们会不会关视频呢？总之，我自己都顶不顺。来到这边是大武汉，大武汉这3个字是当之无愧，因为它真的很大，很大气啊！光是身后这一趟景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所谓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跟这一堂这么大气的景致相有一个强烈对比的是，我们稍后将要吃一家店子，是要跑到一些小巷子、旧宅、一些胡同里面去吃的一顿餐来的。但是据说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吃完再说吧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开饭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多丽。多丽。今天来了问题搞么子？问你们来搞么子？我们拍点东西自己。啊，拍点东西啊。好了好了。阿姨，这里附近是不是有一家叫330家常菜的？就是我们的。就是你们呐？哎呀，你刚才来的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说，因为我们楼底下是个餐馆，这边那个圆门进去。哦。门口已经有人开始等着，估计我们要等位。什么好饿啊？怎么办？我等2个小时了。你等了多久2个小时了。就4点多等到现在？对，要过去先点菜。哦，先点菜是吧？哦，好吧。简单点4个先，单子给老板娘。来，老板娘，好了。看一些新闻说这边呢将面临着拆迁的命运，那是吃一顿少一顿了。1个小时了，好饿。哎，哇，好了，有了，这个是锅巴是吧？对。小黄鱼它煎的能比我妈的手艺有的比较，我妈是这个世上煎鱼最好吃的人，这条鱼煎的跟我妈的已经有可以相比美了。煎得够干身，小黄鱼煎得够干身之后，肉就变得紧致，而且很香。但是我妈做的小黄鱼有一点比不上她的，就是它这个酱调得非常可爱，酸辣口，很节制的酸味，轻轻的一点调味，这个鱼的味道提升了太多倍了。不开玩笑说，这是我目前为止吃到最好吃的煎鱼。麻辣锅巴肉片。有一点过它的味道，辣，这个辣，有点太麻了，这个有点接受不了。它放了很多的麻椒之后的口腔里面会有麻的感觉，就已经产生了。但是锅巴这个米通本身够脆口，会让你足够麻的舌头口腔也能吃到食物的味道，食物的口感。很聪明，酒鬼牛肉。最好吃的牛肉干。完全把牛肉已经烹制像牛肉干一样，但是没有牛肉干那种那么硬。咬下去，牛肉是一种酥的状态，酥软的状态，足够的干，很干身的牛肉，
它这个它叫酒鬼牛肉圆，是因为它真的拿来配酒是一流，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酒鬼牛肉呢是他们这边的天字第1号招牌菜，只有宜兰应该先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我点菜的我当然知道这个叫什么了，但是起个外号跟它叫做内有乾坤蛋，因为在蛋皮里面包裹着的是牛肉，同样是一款牛肉。好西服，软呢、真的奇软无比，软而不散，那个就很珍贵，你懂不懂？我这不知道，它这个应该是腌的好，还是它选料好？腌制过应该是很嫩、很嫩、很软、很嫩。各位，如果你不能够理解它，我说这个软是什么意思的话，你找找自己这块肉，这块肉全身上最软的一块肉，好软，就像那种感觉，你自己感受一下，你懂我说的软什么事？味道是偏清淡的，滑蛋就显得这个鸡蛋比较补充一点，用鸡蛋去提升牛肉滑的口感。这个师傅我觉得他之所以敢这样做，原因是他真的对他的牛肉有足够的自信。同一道食材，他能够完全处理出2种不同的感觉，他的本事真心不小。所以各位，这2个菜必点，鱼点来可以拿来闻，但是也很好吃。但是相比牛肉跟鱼，我更爱牛肉，仅此而已。多少年了开了？有13年。13年，就04年到现在了。对，好吃，好食啦，好好食啊！哎呀，廣東話過來的，是不是？他喜欢搞漆的这一行，他蛮用心去研究这个。他谁到那个漆要磨菜的话，他回来觉得好吃的话，就自己反复的研究。没师傅，自己就是喜欢吃。我们以前请了蛮多厨师，明白。是的，但是第一个上个炒，但是顾客来了就要让这厨师下个不要他炒，要他上个炒。别的厨师那个味儿不对。哎，味道跟他炒的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别个其他的菜吃习惯了。所以镇店之宝就是你哎，就先生了。是他。要以前不忙的时候，那来了客人都蛮喜欢到我们这个位置来，因为我呢，我那个也蛮比较健谈，大家在一起，哎呀，说说笑笑啊，对不对？蛮客气礼貌。现在已经很多人都拿了就算了钱走了，就城区改造。所以现在马上要面临着撤迁，先把屋里安顿好了之后，就是安置好了以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他面临要撤迁，你首先第一条，连窝都没得，就是说连家都没有，要先安顿家下来再来考虑这个问题。其实不只是武汉，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情况。老城区、老店、老街坊、老老板，在这种的组合之下，吃出来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。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间烟火味。我作为一个好吃的人，我不负责任地说一句：如果可以的话，多留给他们一点点空间。我窃以为他们真的很有存在的价值。昨天吃完330以后呢，就把一些的图片呢发上了微博上面。然后呢，有位小姐姐私信我说：“哎，其实，在武汉这边还有一家是当地人很喜欢去的餐厅，但是他经营的时间呢要到了晚餐6、7点那个样子的。既然粉丝叫到，那就义不容辞吧，好吧。来，各位，让我们一起为曾老板的钱包祝福1秒钟。蟹脚面吧。”鸡爪、土豆、金针菇、虾球。好嘞。稀奇古怪的地方吃过不少，但是在一个菜市场里面吃东西啊哦。有人说来到武汉这边吃蟹脚面，可能最正宗的是沈记，最好吃的是沈记。但是也有人告诉我说，沈记的老板其实以前就在这边做蟹脚面出身的，所以论正宗、论干嘛的话，这边才是王道，是吧？蟹脚面应该是哪边好吃？所以我喜欢
吃代记。代记的好吃是吧？那沈记的有什么不同啊？我觉得代记的汤汁多一些，汤汁多一些，沈记的比较干，干一点。所以你们日常都会过来这边吃吗？很喜欢来这儿。所以你觉得这边最好吃是什么？我喜欢吃鸡爪。鸡爪是吧？有点淡定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吃起来旋风吸入的感觉很好。吃到现在为止，它的状态是很像在口味虾的那个锅里面放了一大盘的热干面，好吃。有一点点的辣，但是那种辣的是很解馋的辣那种，好吃。仔细尝一尝才能尝到一点点那种海鲜的味道，但它更多是那种辣味儿。所以蟹爪我觉得本身不会太好吃，就是一种烂的一种肉泥的状态在里面。我确定了，它的蟹爪就是要来调味的，68块钱，它蟹脚的分量也是相当足，挺良心的，这点倒是挺良心的。旁边小姐姐推荐给我吃的鸡爪，第一个哈哈的反应是因为我想不到它的口感，我很少用这个词，叫入口即化，不是啃着吃，是吸着吃，吮吸它，就已经能够吃到它表面那种肉跟皮了。然后我判断它应该是卤过，要不然的话它不可能。你看这种，外表也是有辣椒啊孜然的味道，但是里面卤水的香味在里面，你觉得是在吃一个老火炖的猪蹄那种感觉，因为只有炖猪才能炖那种软糯的那种。想不到莴笋豆，寨骨莴笋豆这个肉筋，肥肉有点太多，好腻。烤虾球，肉是软的，壳是硬的，懂了吧？口味两种又出来了。味道方面的话，我当然还是会更推崇的是四方街的小龙虾，它那边味道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晨说它觉得不错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当你入口的时候，除了你能吃到一点点辣椒那种辣味之外，其实你更多吃到是金针菇它那种鲜甜的味道。金针菇原来那种鲜甜的小味道它保留下来，不错，可以试一下。首推的是他们的蟹爪面以及金针菇，凤爪也很不错，这三样是必吃的了。在武汉吃了这两顿比较正式的饭以后，你会发现真不愧是9省通衢，南方北方它都有的特色，武汉这边都具备了。于是他们的出品，他们的味道也有了两地交融的感觉。所以大武汉这么正点，你怎能不来尝尝它的味道呢？OK， 关注我们品城TV Video， 转发这条视频出去的话，你有机会获得我在武汉带给你的小手信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最后，请你记住，我姚大秋是要吃下全世界的人。